行走娱乐圈，炼丹是敲门砖。可要想把这条路走得长远，那就需要专业的素质和敬业的品质。正是因为拼命拍戏、努力工作，有很多明星在片场伤筋动骨，落下大大小小的病根。更有甚者，直接在脸上挂了彩，留下深深浅浅的伤口，差点破相毁容。有人甚至带着脸上的伤疤走完余生。受伤的背后都是一次事业危机，个个让人看着揪心。在之前，杨幂就受过伤，是杨幂的站姐突然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杨幂受伤了。当天，杨幂的行程是录制《密室大逃脱》，上午还有她穿着学院风服装的现场剧透照传出。杨幂受伤的词条一经发酵，登上了爆搜，现场的粉丝更是透露杨幂捂着眼睛被救护车拉走。虽然杨幂受伤的热度很高，但一直没有现场照片传出，工作室也迟迟没回应，让很多网友等得揪心。直到深夜，工作室才发文表示，杨幂在录制节目过程中意外受伤，眼皮眼角处有外伤，万幸没有伤及眼睛内部。紧接着，密室大逃脱节目组也发文致歉，杨幂的水灵灵的眼睛一直是娱乐圈独一份的美貌，也是杨幂标志性的特点，这次偏偏是眼睛受伤，让很多粉丝心痛不已。把五花向来以颜值走天下，脸上受伤对星途的影响有多大，也是粉丝揪心的原因之一。而且这段时间，杨幂重燃拼命三娘的状态，有多部电视剧和电影等待上映。这一受伤势也让她休养了一段时间，所有的项目都要往后顺延还好，就怕剧组等不及换人。工作室也在超话回复，杨幂换了药，伤情正在慢慢好转。希望大幂幂能放松心情，好好休养，身体才是本钱。而在之前，张杰举办了自己的巡回演唱会，没想到因为下雨导致现场的升降台出现了故障，在上面的正忘我演唱的张杰，因为惯性突然悬空，然后重重摔下，这让张杰整个人躺在了升降台上，而中间摔下的距离并不低。虽然张杰在摔落后连忙起身，但他的手上已经出血。坚持演唱完歌曲的他，也让观众看得十分心惊。在演出结束后，张杰去做了检查，并告知大家他的手部伤口已经做了缝针处理，腰椎则是出现了横突骨裂，看来这一摔真的伤得不轻。然而，张杰没有为自己的伤势担心，反而是向大家道歉，觉得演出多少有些遗憾，不够完美，也没能送出惊喜。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，张杰也说自己这次受伤，医生建议是希望他可以休养3个月，而张杰却没在乎那么多，很快就又开始工作了。这也让和他一起合作的谭咏麟发文给张杰的敬业精神点赞，称他是新一代中不可多得的艺人，也感慨自己在10年前的我型我秀中当评委时没有看错张杰。不仅女演员拍戏有脸上受伤的风险，男演员同样也会担心挂彩留疤。演员罗云熙在去年拍摄《追光者》最后一场戏时，拍摄到争执戏份，对手演员没控制好力度，挥拳打向罗云熙。罗云熙当时就在工作人员的簇拥下前往医院。随后，罗云熙后援会有消息传出，罗云熙嘴角和嘴里受了伤，打了麻药，可能会缝针。剧组也紧急发表了声明，公布了事件的经过，以防有心之人添油加醋。对手演员季焕博也赶忙发文道歉，称自己的失误让兄弟受伤，很是愧疚，并且他在评论中也澄清，自己拍摄时手上并没有戴什么网传的戒指，并非蓄意故意划伤。从他晒出的照片来看，季焕博是个练家子，身上肌肉满满，可见这一拳挥下去的力度。自从罗云熙的润玉出圈之后，他就被誉为新型古装美男，颜粉众多。眼看舆论越闹越大，粉丝吵吵嚷嚷。罗云熙在处理完伤口之后，也赶着第一时间报平安，让大家把精力放在剧作本身。如今罗云熙的伤口也都痊愈了，出镜也看不出有任何的疤痕，这下颜粉们也可以放心了，还是劝他吃胖点吧。在一众童星出道的演员中，吴磊算得上颜值和实力兼具的小生，路人缘底盘能这么稳，足可见吴磊的演技和人品。在拍摄电影《我和我的父辈》时，一场骑马打仗的戏份，步枪发生了炸膛意外，子弹在吴磊脸前推爆了，还误伤到了眼睛。这一单元的导演吴京赶忙叫停，但吴磊不想耽误整个剧组的进度，叫化妆师在炸伤的部分上了遮瑕，继续完成拍摄。受伤的他还一直安慰道具人员，说都是自己的问题，轻描淡写表示不痛，就是我被炸懵了。收工后，吴磊卸妆来到医院，
这才看到脸上伤痕明显，一大片都是斑斑点点炸伤的小伤口。因为炸伤的斑点面积比较大，纱布包扎完之后，脸部几乎都被盖住了，而且眼球也渗出红血丝。后来在电影上映前的发布会上，见证了全过程的吴京谈起吴磊受伤，表示那天从他脸上挑出来20块火药渣子，所幸弟弟的伤口也恢复得很好，没留下伤痕。敬业又懂事的30弟弟值得大家这样喜欢。杨幂的眼角受伤，大家最过于担心的就是她会不会留疤，但这个问题其实看阿娇就知道了。之前阿娇在厦门拍戏，收工后在酒店的浴室意外摔倒，眉骨处划开6厘米左右的伤口。当时是阿娇早上6点有通告，凌晨2点起床做准备，迷迷糊糊在酒店摔倒。经纪人霍汶希和好友容祖儿在得知阿娇的伤情后，放下手头工作，第一时间赶往了厦门。霍汶希见到阿娇后，也向媒体放出照片接受治疗时的缝合现场报平安。阿娇这次受伤需要做2次手术，做第2次手术时伤口出现状况，而阿娇的颜值在娱乐圈女星中绝对属于颜霸的存在，360度无死角，所以也让人格外担心会留疤。为了防止阿娇毁容，英皇的艺人都纷纷推荐最好的医生缝合，最终选定了任达华所介绍的整形外科医生来治疗。阿娇的伤口一共有3层，伤口很深，甚至能看见骨头。3层伤口总共缝了几百针，仅表层的第1层就已经缝了66针。好在缝合是由整形外科医生操作的，针线都会细很多，可以避免留疤。手术完10几天，阿娇也晒照报平安，并且已经开工补拍了自己的戏份，十分敬业。前段时间看阿娇参加《乘风破浪》，已经完全看不出眉骨处的伤口，颜值重回巅峰，足以看出恢复得非常好。同理，杨幂的伤口想必也能得当处理不留疤，剩下的就只能交给时间了。胡歌受伤的经历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。在2006年拍摄《射雕英雄传》时，一天拍完戏收工时，胡歌乘车经过沪杭高速公路，当时他还在和助理商量着一起去吃日料，可没想到下一秒就发生了严重车祸，撞上了大货车。胡歌伤势严重，身体多处受到重创，需要全身麻醉，右眼皮肤损坏需要植皮，抢救了整整6个小时，缝合了数百针。同行的助理更是不幸，没能抢救成功，当场身亡。经纪人为了不让胡歌担心，隐瞒了助理去世的消息，还没收了胡歌的手机，让他好好养伤。直到后来纸包不住火，胡歌得知这一切后，内疚崩溃大哭，一度又感染了伤口。当时的医疗术也没有如今这样先进，即便经过一系列的治疗之后，胡歌的右眼上还留下了永久性的伤疤。脸部的毁容对演员来说是致命的打击，而胡歌又是当红小生，正是事业上升期。从这之后，胡歌就开始变得非常不自信，哪怕重回去剧组，也一直拍的都是左脸。杀青之后，胡歌特意去了一趟云南昭通，以助理的名字命名建了一所希望小学，以此来缅怀他。虽然发生意外不是他的错，他还是承担起照顾助理父母的责任，时常接济二老。此后，胡歌一直醉心于公益事业，慢慢的走出了心里的阴霾，也能正视自己右眼的伤疤，不惧怕在镜头前露出。这道伤疤也让胡歌的形象多了份约里的厚重感，成功从偶像派转型，这才有了《琅琊榜》《伪装者》等后续的成功。2010年，事业正红的俞灏明受邀拍摄了电视剧《我和春天有个约会》。在拍摄一场爆破戏时，剧组爆破师发生了失误，主演俞灏明和 Selina 受伤严重。据现场目击者陈述，那场爆破戏一共有8个爆破点，楼上5个，楼下3个。按照现场的安排，爆破师要等俞灏明和 Selina 逃出屋外后再引爆，可他的失误提前引爆了，两人刚逃到门口，他就引爆了楼下的3个炸弹。瞬间火光冲天，熊熊大火刹那就蔓延到了俞灏明和 Selina 的身上。俞灏明的烧伤面积高达 39%， 还伤及到了脸部，需要大面积植皮。治疗用了800多天，俞灏明几乎销声匿迹，治疗、换药、植皮日复一日，痛不欲生。更难的是，他还要直视镜子里自己布满伤疤的脸。2013年的湖南跨年晚会上，俞灏明唱了一首《其实我还好》，台上的他伤疤清晰可见。这一刻，他决定不再包裹自己，将伤口放在聚光灯下。这是一场付出，同样也在告别自己的偶像时代。俞灏明选择了转型，正面人物接不到就演反面。
在那年华泰乐正元里，人人都骂杜明礼，但这却意味着俞灏明的成功。后来拍摄电影《八佰》时，有一场洗澡戏，俞灏明脱掉外衣，背上伤疤累累，这不是画的特效，都是俞灏明亲身经历。能重新接纳自己的所有伤口再出发，涅槃重生，大抵就是如此吧。